甄嬛传中，甄嬛一开始的心腹是刘珠和浣碧，对她都多有提防，但崔槿汐却能从中脱颖而出，获得甄嬛的信任。后期她更是甄嬛身边第一人，人人都要敬她3分。崔槿汐到底有多厉害？今天就让我们来看一看她的高情商、高手段吧。他喜欢栩栩图之，而不是急于表现，急于展现自己的价值。当甄嬛刚入宫时，崔槿汐是长氏姑姑，康禄海是首领太监，都形象。最重要的是，在这段对话中，崔槿汐很隐晦地表达了自己的忠心。他跟甄嬛说，他是来自太妃处，太妃是先帝的嫔妃，与现在的后宫没有纠葛。他也不是从别的宫里调度过来的，来历清白，可以放心用。甄嬛一听，便在甄嬛为了避宠，对外称自己身子不好，要常年躺床上。这时候的碎玉轩人心浮动，不管是宫女还是太监，都开始不好好干活，给自己谋划别的出路。康禄海直接背叛了甄嬛。说来啊，就是小主自己不争气，都治了2个月了不见好。我瞧小主的样子，好了也是病容残损，得不了圣宠，还连累咱们做奴才中的奴才。你说这碎玉轩也太晦气了，不行，咱们不能跟他葬在这儿。不仅是他们，就连烧茶的小宫女也不把甄嬛放在眼里，不理刘珠的吩咐。小主要喝碗热茶，你怎么还不端来？要喝茶水，自然要先发了炉子，再烧水了。这个月内务府连小主份里的茶叶都没送来，等下小主只能喝水了。昨儿我见你喝的水里还有茶叶，怎到小主这儿就没了？难不成是被你自己喝了？这是在宫里，你说话做事要有凭据的，还以为这是在你们府里。崔槿汐看到了这一幕，上前斥责那小宫女：佩儿，那刘珠姑娘是小主的贴身侍婢，你在宫中多年，怎么这样不识礼数？赶紧去烧茶水了，若茶叶没了，去内务府领取啊。甄嬛整日躺在床上，看似对这些毫不关心，但刘珠就是甄嬛的眼睛，这些太监宫女的一言一行，她心里都清楚。她现在是一个没前途的常在，这些走的人要么就是不忠心的，要么就是别的宫里安插进来的，看她不得宠也就召回了，全部都是些牛鬼蛇神，而真正留下来的才是有用的。这些崔槿汐都知道，她也耐得下心来。在康禄海待不下去被主时，崔槿汐抓住时机向甄嬛表忠心，奴婢愿跟随小主，绝无二心。而当甄嬛有时候自暴自弃，自己也觉得自己无能时，崔槿汐却说：跟着我这样的小主，的确是让你们受了不少委屈。小主又何出此言呢？真是折煞奴婢了。奴婢从未觉得跟着小主有任何委屈啊。后宫中人趋炎附势是寻常事，他们自然不会把我这个久病无宠的小主放在眼里。甄嬛看着他的行为，再想到他这些日子的所作所为，对他也开始满意起来。崔槿汐就这样从一开始的不信任，到渐渐走进了甄嬛的心里，这样的耐心与细心，没有几个人能够做得到。还有崔槿汐入宫多年，她对宫里这些手段了如指掌，有很多时候甄嬛想不到的，崔槿汐都能看得清。当甄嬛刚得宠，不知所措，还有点害怕时，崔槿汐告诉她，这后宫之事瞬息万变，不是害怕便可应对的。小主要知道，无论你是否得宠，这后宫的争斗，其实您从未远离过。就好比小主与沈贵人和安答应交好，便会被他人视为一党。崔槿汐提醒甄嬛，跟沈眉庄还有安答应走得近，别人会将他们看成拉帮结派。甄嬛说，我与姐姐一同长大，自然是要同心同德，彼此照应的。而崔槿汐却告诉她，小主与沈贵人姐妹情深自然是好的，只是所谓同心同德彼此照应，不只是后宫之中，也是宫中与前朝。小主看看华妃娘娘便可知，这后宫之宠和母家之荣可是息息相关的。这一点是甄嬛没有想到的，后宫和前朝密不可分。现在甄嬛和沈眉庄交好，日后如果沈家出事，连带着甄家也逃不掉。可见崔槿汐心思缜密，她想到的不只是后宫这点事儿，还有前朝。在浣碧背叛甄嬛，投靠曹贵人，与华妃联手，设局引甄嬛去看望被禁足的沈眉庄时，甄嬛留了一个后手，反将华妃一击。随后甄嬛便与崔槿汐说，我瞧着皇上倒是很敬重静嫔的。皇上待静嫔算不上宠吧，
至多也就是礼遇罢了。在这后宫之中，许多人是隐藏了锋芒的。若真是一无是处，又如何能在华妃之下隐居这么多年呢？崔槿汐看出了甄嬛的顾虑，知道她疑心静嫔，这与崔槿汐怀疑的对象相反。她指点甄嬛说：“此番的事，奴婢疑虑的倒是曹贵人。纵然华妃是个极尽之人，可是曹贵人却是相当谨慎的。那曹贵人怎么就让华妃来得那么快呢？难道是曹琴墨故意纵了华妃而来？”崔槿汐知道曹贵人是华妃当的，华妃这次行事鲁莽，一下就中了圈套。以曹贵人谨小慎微的性子，怎么就让华妃这么快就掉到陷阱里去了？问题一定出在曹贵人的身上，是华妃和曹贵人起内讧了。甄嬛这时候才注意到自己忽视了这部分，想偏了。可见崔槿汐深藏不露，平时的话并不多，但什么东西都逃不过她的眼睛。她把后宫这些人的性格都摸得很清楚。在后期，甄嬛怀着果子狸的孩子回宫后，祺贵人当众指出甄嬛与温实初有私情时，崔槿汐站出来了2次。第一次，她在四大爷面前证明甄嬛的清白。皇上，奴婢在宫中服侍数十年，熹贵妃娘娘并非奴婢服侍的第一位主子，也并非奴婢服侍的时间最长的一位，所以实在无需偏私。奴婢平心静气地说一句公公正正的话，熹贵妃娘娘和温大人绝无私情。崔槿汐知道，她如果以甄嬛的侍女身份去作证，没有人会信她的，所以她清楚告诉四大爷，她服侍过很多主子，甄嬛不是第一个，也不是最久的那个，她没必要偏袒甄嬛。这样说，她的证词才会有一定的可信度。第2次是她站出来，表示自己愿意去慎刑司受72道刑罚。皇上，为保娘娘清白，奴婢愿承受任何刑罚，只是熹贵妃娘娘千金贵体，不能无人照拂，还请皇上免于浣碧姑娘刑罚。崔槿汐这话讲得合情合理。首先，她表明自己愿意为甄嬛去受刑，变相在说明甄嬛的清白。如果甄嬛不是清白的，她也没有勇气经得起慎刑司的拷打。其次，她还提出了让浣碧留下，称甄嬛身边不能没有人服侍。明面上这是为甄嬛以后生活考虑，实际上她是怕浣碧承受不住刑罚，说漏了嘴。毕竟浣碧的品性，崔槿汐是相当了解的。她曾经就有过背叛甄嬛的前科，况且还心思不正。甄嬛喜欢四大爷，她也喜欢四大爷；甄嬛喜欢果子狸，她也喜欢果子狸。所以崔槿汐为了甄嬛着想，她不可能让浣碧和她一起冒险。而这个利害关系在崔槿汐脑子里过了1秒，便立刻决定了下来。她有着非常人的果决。崔槿汐是个干得了大事儿的人，她沉稳冷静，心思缜密，勇敢果决，不给敌人留任何漏洞。不愧是甄嬛的最强辅助，没有一个人比她更适合在后宫生存。